各位，你有玩过 3D 猎鹰吗？看这个阵仗就知道，我们肯定又要来搞事了。因为 3D 猎鹰真的太好玩了，我想来做个专门 for 新手的懒人包，所以我们准备了桌上3台 3D 猎鹰机，从便宜的入门款到最顶的旗舰机，价差超过5倍。这集节目你不需要有任何背景知识，我们会完全以新手的角度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入坑 3D 猎鹰。2026的 3D 猎鹰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尽量把你初期该知道的依次讲清楚。那为了要把 3D 猎鹰尽可能快速看懂，我们想办法弄来了我面前这3台目前最热门的拓竹 3D 猎鹰机，分别是落在15000上下亲民价位带的拓竹 A1 Combo， 再来是价位高一点点，来到3万多价位带，但是依旧不难入手的拓竹 P2S Combo。我们甚至想办法借到了大约落在8到9万价位带，拓竹他们家最新的当家旗舰 H2C Combo。那 3D 猎鹰真的是非常好玩，平常没事我就是到处看看有什么酷东西，直接将虚拟化成现实，不管是实用的、好玩的，还是好酷的，相信我，你只要有一台 3D 猎鹰机，你的机器绝对是闲不下来的，因为你想印的东西永远都会大于机器印的速度。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开箱的拓竹是目前消费级 3D 猎鹰机全球拥有数一数二市占的品牌。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应该是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Bambu Lab。那拓竹这间公司在玩家间快速窜起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只是做 3D 猎鹰的硬体，他们还有一个很强的护城河平台，叫做 Maker World。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 3D 猎鹰玩家们可以分享 3D 模型档案的网站。那不要听是玩家分享，感觉没有几件作品哦。没有，到今天为止 Maker World 上面已经有几百万个模型，每天新增超过几千件新作品，非常可观。所以你看懂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越来越多人玩 3D 猎鹰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初期你根本不需要学习建模，不需要自己设定参数，只要上 Maker World， 然后有一台 3D 猎鹰机，马上就可以开影，非常简单。而且大部分玩家都很热心，不只会分享自己设计的档案，还会附上组装教学，你也可以打赏鼓励。那不止 Maker World， 也有很多专业的 3D 模型平台。我桌上这些都是最新印的一些小东西们，非常舒服啊！我非常推荐你等一下看完这期节目，就可以上去逛逛 Maker World， 有喜欢的就赶快收藏起来。但要小心哦，因为你看到很多想印的东西，然后就会掏出魔法小卡下单了。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我觉得 3D 猎鹰是玩了好几年都不会腻，只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好玩的生活日常之一。所以本期节目我们会完全以新手的角度出发，没有艰深的产品规格，没有靠技术印出来的高难度作品。我们从零开始，用我阿嬷也能看懂的方式，详细从硬体、材料再到注意事项全面来聊。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咯。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 3D 猎鹰。目前最主流的消费级 3D 猎鹰机，主要可以分为 FDM 以及光固化2种。那以我们今天准备的3台机器来说，都是 FDM 的形式。原理也非常简单，在猎鹰的时候，机器会加入我手上这样一捆一捆不同材质的线材，然后再透过机器的喷头挤出，一层一层的从2D 堆叠到3D。那因为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嘛，所以从外观上你仔细看，会有这样一层一层的，基本上就是 FDM 印出来的作品。那各家在硬体上拼的，就是如何精准的控制喷头在立体空间移动。你要想，它是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所以每一层都要精准的对到前一层。那还要解决机器本身的晃动、桌子的晃动、地板不平这些外部因素，所以其实并不容易。但整体来说 ，FDM 已经是目前最主流、最平价，也是最适合新手接触的猎鹰方法。另外一种常见的技术叫做光固化，简单来说，它是透过精准控制光线、照射液态的光敏材料做到成型。最大的特色就是表面明显更平滑，像是玩具原型、精密零件这些就很适合光固化。但相对的，整个流程、维护成本、2次固化、清理等等步骤，对新手来说就比较有难度，不像 FDM 直接印好拿出来就结束了。但光固化也很好玩，之后有机会来做。所以现在你知道这种把线材融化、一层一层叠上去的方案叫做 FDM 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 3D 猎鹰机本体。
目前的 3D 猎鹰机早就不是高攀不起，就以拓竹来说，他们从超级入门到旗舰都有做。像是自家最入门的机种叫做 A1 Mini， 只要台币6500就可以入手。以2026的3C 产品售价来说，3D 猎鹰的门槛还真的不高。就算看向耗材，也有越来越多亲民的耗材可以选择。那由低到高，主要可以分为入门 A 系列、中阶 P 系列、高阶 X 系列以及旗舰 H 系列。不过以2026的此时此刻来看，我觉得只要优先看我桌上的这3台就很够了，分别是入门的 A1 Combo、中阶的 P2S Combo 以及旗舰 H2C Combo。那高阶之所以暂时缺席，是因为 X 系列暂时没有新机。那我们就一台一台来看，我们先看最顶的好不好？好，这台是拓竹最新旗舰 H2C Combo。在硬体上 ，H2C Combo 采用的是封闭式架构。所谓的封闭式，就是所有的硬体都在这个玻璃包围的空间里面。那好处非常明显，就是降低环境的干扰。举个例子，3D 猎鹰的品质常常会受到气温、湿度这些因素所影响。那以 H2C 来说，它直接内建了65度的恒温腔体系统，也就减缓了环境温差大所造成的品质下降。那更直接的，如果你有小孩、有宠物，也就不用怕狗毛飘进去或是小孩乱摸的问题。除此之外，封闭式机种还能更容易的做到空气循环系统。在 3D 猎鹰的过程中，虽然大多材料是安全的，但多少有可能 VOC 浓度升高以及材料加热后的味道。所以就以 H2C Combo 来说，我们把平台降到最低，然后拉开，这里就有一个超大的活性碳滤芯，做到基础的空气净化。那还有一个小优点，就是多少降低运作噪音。我们直接对比 H2C 猎鹰过程大概是51分贝， P2S 大概是52到56分贝，开放式的 A1 就是在风扇运转下可达57分贝，而且不只是音量，封闭式的高频噪音明显比较少。其实我玩这么多台机器的真实心得就是，如果你是放家里的话，还是建议封闭式优先。好，本体就先到这边。接下来我会关心的是猎鹰尺寸。所谓的猎鹰尺寸，直接决定了一盘，也就是印一次有多少空间可以猎鹰。那以 H2C 来说，它很大一台嘛，所以一次的猎鹰空间根据不同模式，大概都可以做到32公分长、32公分宽、32公分高的大物件。这也是为什么 H2C 比较大台，因为它真的可以印出蛮大的东西。而另外2台大约是25×25×25。我拿这个底板对比就好，这是 A1 跟 P2S 的底板，而 H2C 大了不止一圈啊。那猎鹰尺寸肯定是越大越好，但你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家里的空间可以放哪一台。除此之外，早期大家还会去看机器的组装品质、结构强度以及作动机构等等。但 H2C 身为旗舰，这些都是成熟硬体了，基本不用担心。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展开细说。我接下来想聊的是2026的 3D 猎鹰机进化成什么样子了呢？首先，现在的 3D 猎鹰机都加上了超级多 sensor。以旗舰的 H2C 来说，拓竹直接上了59组的各种感应器，再搭配上3颗视觉辨识镜头，做到各种自我检测功能。所以 H2C 不只有自动校准、自动调频、自动流量控制，甚至还会透过 AI 视觉辨识，自动侦测猎鹰的时候有没有异常。像是它有一组专属的喷嘴摄影机 ，AI 会及时检测挤出状况，并且一直去看是否有耗材堆积、耗材偏离，然后马上透过演算法进行微调修正。举个例子，我列印一个比较复杂的网格物件，左边的是 H2C 印出来的成品，收边平滑，完成度很高，而右边这个则是没有 AI 辨识的机型所印出来的，机器无法看到印制的状况，就算有偏离，也只会傻傻的继续印下去。再举个例子，比如说难免会遇到俗称草面的状况，通常是因为堆叠塔位移，所以让线喷的到处都是。那我在印的时候 ，H2C 的 AI 就救到了 ，AI 侦测到就停止工作，传送通知，请你排除，避免灾损进一步扩大。那这也是旗舰的强项之一。那正常是不会喷这么多啦，示意画面。比较有趣的是 ，H2C 不只是 3D 猎鹰机。甚至你可以更换雷射以及刀切模组，可玩性是真的很高。最后正面配有一个5寸 720P 解析度的触控萤幕，界面逻辑清晰，非常简单。
并且前侧有自动开启的通风口。接着我们就来看中阶定位的 P2S。那 P2S 可以说是目前的一匹黑马，同样采用封闭式架构，拥有最高50度的自适应腔体控温，并且内建了空气循环系统。后侧同样有活性炭滤芯。猎鹰尺寸上就是刚才提到的256×256×256 mm。那最赞的是 P2S 同样有自动校正系统，以及刚才介绍过很实用的 AI 检测功能，像是炒面、喷头堵塞、废料口堵塞等等 ，AI 都会自动示警。前侧同样配有5寸、解析度 480p 的触控萤幕。那最后这台就是今天售价亲民，也是我觉得如果你要买 3D 猎鹰机最低的门槛，至少买到 A1。首先 A1 采用的是开放式设计，所以平台是完全开放的，也就没有什么温不温控了，还是比较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在猎鹰尺寸上，则跟 P2S 完全相同，也是256×256×256，并且同样有自动校正、自动调频、自动流量校准。不过这台就没有任何 AI 侦测了，无法及时判断。电机则是比较传统的方案，猎鹰尺整个平台需要前后移动，所以要预留足够的空间。所以整体来说，现在你应该就懂为什么我会准备 P2S 放进来一起讲了。因为 P2S 几乎拥有新手需要的一切硬体，就跟空拍机一样，最需要 AI 辅助的是新手，但新手又不敢买太贵，那 P2S 就是那个一切都刚刚好的选择。接着我们都进入到重点环节，要来开始猎鹰啦。那这3台 3D 猎鹰机流程完全一样，那我就先带大家走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首先在电脑上装好 Bamboo Studio 的应用程式，在首页的地方我们选在线模型，那这边就有成千上万玩家们上传好的模型让你选择，你看到喜欢的都可以收藏起来，不然下次要找就遇不到了。那比如说我想要印这个很酷的药盒，我就直接按下载并打开，然后系统会提示要切换成你的机型，它就会把作者的专案直接改成适合你这台的设定。接着按切片单盘，简单来说就是计算等一下要怎么印，内部结构要长什么样子，这些软体都会自动计算完成。不过需要留意的是，猎鹰的品质还是跟模型设计跟设定的猎鹰参数有关，切片只是根据你的设定参数去运算而已。像是等一下怎么印比较没有毛边，比较没有断层，这些都可以手动微调，之后有机会来聊。那所谓的单盘，就是这个底板上面这次猎鹰的东西，就是一盘。那以这个药盒来说，因为有2种材质，所以总共要分2次猎鹰，所以就是总共2盘。计算完成后，我们直接按猎鹰单盘，然后送出。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等着收成吧。好，那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前拉一点点，我们来讲讲 3D 猎鹰的线材问题。从刚才到现在，你会不会很好奇那个 H2C Combo、P2S Combo、A1 Combo 的那个 Combo 到底是 Combo 了什么 Combo？ 这个 Combo 代表的就是这台以及上面这2台。没错，这个 Combo 代表的是拓除自家的 AMS， 中文叫做自动供料系统。这个开放式设计的叫做 AMS Lite， 让你可以从一卷线材变成可以一次安装4种不同的颜色、不同材质的材料。但目前比较推荐的是上面这组 AMS2 Pro， 为什么呢？因为线材其实非常怕潮湿，所以 AMS2 Pro 采用的是封闭式设计，你可以放小包的干燥剂维持低湿度。如果太潮湿的话， AMS2 Pro 甚至有烘干功能，让湿度降到很低。你只要透过机器上的线材面板就可以启动烘干，在烘干的时候也可以自动滚动线材，均匀烘干。话说，拓除官方一卷一卷的线材，它是有 RFID 标签的，所以系统就可以读取资讯，自动设定好线材的颜色和材质，算是原厂耗材方便的地方。并且身为 3D 猎鹰机嘛，你还可以自己印制一些配件，比如说装线材的线盘、废料收集的盒子等等等等，都可以自己印自己用。话说，这个线材还有很多可以聊的，但时间关系，之后有机会再来展开。哇，我今天会不会挖了太多坑？
反正这集大家反应好，我再来拍。好，讲完 AMS 之后，我想快速分享一下目前 3D 列印我最常使用的3种材料。首先是最亲民、最好印、速度快、最推荐新手的 PLA， 通常是用玉米、甘蔗淀粉这些素材制作，有着再生和可生物降解的优点。重点是 PLA 有非常多变的颜色和质感，像是这个是 PLA， 这个是 PLA， 这个也是 PLA。不管是基本的亮面、雾面、金属质感、丝绸质感都有。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 ，PLA 的硬度很高，所以相对的韧性较低。简单来说就是比较脆，不要大力压或是摔倒。而且遇到高温容易遇到变形软化的问题，而且你大力扭它，基本就会裂开，不太适合户外或是复杂的场景使用。但日常用、摆饰，也像我印了一个 Nest Mini 的这个收纳座，都是完全没问题的。那如果你是需要比较耐用的需求，比如说刚才印的这个药盒的本体，也可以用 PLA， 然后盖子的部分用 PETG， 根据需求跟特性去结合。PETG 相比起 PLA 明显更耐用，也有一定的抗紫外线能力，也有透明的 PETG 可以选择。像是要印这种上手玩的玩具，或者这种长期使用的名片夹，就比较适合 PETG， 更耐冲击，韧性更高，也比较不容易脆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PETG 本身对湿气比较敏感，所以收纳存放需要密封干燥。列印之前也建议先烘干，整体会更稳定。最后一款是 TPU， 如果你对一些 3D 列印的鞋子有研究的话，对 TPU 应该不陌生。TPU 稍微更软，有更好的韧性，可以抗冲击以及可弯折的特性，像是手机保护壳、按摩球、小球球，甚至你要的话，直接印鞋子也是可以的。存放上同样要避免潮湿，并且提前烘干。但老实说 ，TPU 是这3种入门材料当中最难印的，需要经验累积。看到这里应该已经够好玩了吧？那你不会很好奇 H2C 到底凭什么叫做旗舰？那这边就要说到 H2C 真正的强项，就是它首发了拓出最新的双喷嘴，搭配上 Vortex 自动热端更换系统。举例来说，目前如果你要印制多色模型，大概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最传统的，就是我们把不同颜色都分开来印制，最后再把不同的部件组合在一起，做到多色模型。在玩家间通俗的说法是 No AMS， 也就是不用自动换料系统就可以做到多色。那这种方式是最快也是最省成本的，但相对的，你在画模型的时候就要想好怎么组合，而且组合肯定会有公差，没有办法这么精准。那第二种方法就是传统的多色列印，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过的 P2S 和 A1 这2台机器，再加上 Combo， 也就是 AMS 系统之后，都可以一次印制多种颜色。但即使如此，这些传统的单喷嘴机型依旧没办法逃过 3D 列印机的技术原理，也就是在换颜色的时候，它每次都需要把喷嘴里面的残余的耗材挤掉，而且不是挤掉哦，还要用新的颜色进行冲刷，避免混色。所以你看，光是我印这种小面积，而且就有2色的多色模型，就会产生这一大桌的废料。那传统列印机废料这么多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 3D 列印是一层一层堆叠的，它同一层如果有3个颜色，比如说黑白蓝，那就会产生好几坨的黑白蓝废料。虽然演算法尽可能会把前后几层考虑进去，减少浪费，但依旧无可避免。那 H2C 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它有双喷嘴系统，所以2个颜色的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基本的冲刷废料，跟单喷嘴已经差超多。不止如此 ，H2C 的双喷嘴效率非常高，像是这2只同样的模型 ，P2S 花了20小时48分，而 H2C 只花了9小时48分，直接省了1半的时间啊！那更猛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Vortex 自动热端更换系统。简单来说，拓竹他们在右侧设计了磁吸的自动喷嘴更换系统，在印制多色的时候，可以快速更换6个加热端，光是本体就可以做到总共7色的列印，或是可以针对不同材质使用专属的喷嘴去列印。所以举个简单的例子，传统的机型只有1支喷嘴，也就是只有1支画笔，换一个颜色就要洗1次笔。而 Vortex 系统一次就有6+1支，总共7支画笔，它只要自动去换笔就好，不用每次都洗笔换颜色了。那最棒的是，有了 Vortex 之后，
也就大大的减少了冲刷造成的废料，也就是玩家间常说的主屎。俗话说，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你就看我桌上这2个同样的4色模型，这只穿山甲总共有4种颜色。那我只要把主要的丝绸棕色放在左边的喷水，然后其他颜色放在 AMS 里面，透过 Vortex 自动热端更换系统来印，产生的废料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如果我用 P2S 来印的话，你看废料就是满满一桌。先不说浪费，这些全部都是钱钱啊！而且除了钱钱之外，因为 Vortex 少了冲刷换色的过程嘛，所以两者的印制时间也从 P2S 的大约16小时，直接降到了10小时54分，非常有感。整体来说 ，Vortex 对于有多色猎鹰需求的朋友来说真的很猛。像是我这一桌的多色作品，真的都是不用处理后就已经很赞的表现。但如果你的多色需求并不多，主要就是印制单色为主，那 P2S A1 真的就已经很够。只是废料看了真的多少会心疼。补充一下，目前 H2C 总共可以放6个自动更换的喷嘴，但是喷嘴主要可以分成 0.2mm、0.4mm、0.6mm 3种尺寸，那越小的肯定就越精细。但是你印制的时候，要么全部都 0.4， 要么全部都 0.2， 因为切片的关系，暂时不能 0.2 加 0.4 这样使用。不过说回来，目前 FDM 最常用的 0.4mm 要说够用也很够用，你看我这些印出来的效果都很不错。那要说完美也还是没办法，像是曲面模型收尾的地方、支撑的地方、填充件还是会有分层极限，需要稍微后处理。所谓的支撑，就是有些模型是悬空的，那在列印的时候不可能凭空印出来嘛，所以就需要支撑件，最后再把它一个一个拔掉，其实蛮舒压的。最后我再来补充几个新手小技巧。第一个 3D 列印完成之后，你可以把这个磁吸的列印板拿下来，然后稍微扭一扭，模型通常就自己下来了。下来之后，记得确认板子完全干净，就可以对齐放回机器里面。第二个，今天介绍的3台机器都是支援 Bamboo Handy 手机 App 的，所以你除了可以透过手机操作机器之外，这3台机身上都有视讯镜头，所以你就可以在外面直接远端监看印到了什么程度，就不用每次都要等到回家，像是在开惊喜盲盒。如果遇到错误，也可以判断问题是不是很严重，要不要停止列印。这个 App 真的好用。最后，今天介绍的这3台也都可以拍摄这个超酷的缩时摄影。P2S 跟 H2C 只要把 USB 插上去， A1 用 microSD 卡就可以做到缩时摄影，要分享给朋友也很方便。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整体来说，你现在应该懂为什么我说现在 3D 列印机很好玩了吧？不止整个价位带更亲民，而且加上了很多 AI 辅助的新功能，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不管是模型、网络讨论的资讯都已经超完整，基本上对新手来说真的已经非常友善了。除此之外，透过拓竹官方的 App， 你还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自己建模，像是透过 AI 生成做一只专属于自己的吉祥物，扫描模型 AI 灯罩生成，生成文字小牌子，生成花瓶，生成像素拼图，生成钥匙圈，生成桌面收纳盒，生成透光浮雕，生成雕像，生成浮雕，生成灯箱，生成可动玩具，图片转 3D， 甚至生成你自己的公仔印出来，等等等等，超级多种玩法。如果要说选购的话，我今天开箱的3台，我分别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再赘述。看完这期节目，肯定就能大致掌握了。至于 3D 列印，真的还有很多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底下留言交流。如果大家反应真的很好，我们再来看看做续集的可能性。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